婚后5年，贺晨换了55个情人，每换一个，他都会给我发来他们在床上解锁新姿势的炫耀短信。我从不生气，一如既往照顾着患有自闭症的女儿，直到他最宠爱的新欢嫌弃女儿吵，竟把他骗到滚筒洗衣机里，按下开关。等我发现时，洗衣机里已经全部都是血水。我崩溃不已，抱着女儿去医院的路上，却被新欢撞倒。打电话给贺晨求助时，他却异常冷漠。这种把戏你还没玩够吗？连甜甜都被你拉出来撒谎，你们母女俩怎么不干脆去死啊？直到好心人将我送到医院后，女儿已经死在我怀里。我木着脸打给贺晨母亲，甜甜死了，合约也失效了，你当初说好该放我走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医生正在给我受伤的胳膊打上石膏时，贺晨的短信准时发了过来。照片上，他的新欢江心宁正趴在酒店硕大的露台上，裸露的后背上全是绯红的吻痕。贺晨则半跪在女人面前，亲吻着江心宁抬起的脚踝，配纹和往日的差不多。今天的姿势格外刺激，可惜温恒你怕是体会不到这种快乐。我愣愣看了几秒，腿上的痛已经变得麻木，甚至感知不到。电话里贺母仍在努力劝说我，小温你别这么想不开，我儿子的脾气我了解，确实他这些年对你称不上好，但贺夫人的位置肯定是你的啊，况且你心里明明也是有他的，否则不可能什么？不可能忍受他这么多次的背叛吗？我不想多说，将这些年贺晨发给我的炫耀短信悉数转发给贺母。很快他再没继续，只是重重叹了口气，那等甜甜的后事办完，我会放你自由的。挂完电话，贺晨的秘书已经等在病房门口，毕恭毕敬里带着股不屑。贺总说让你现在去酒店送杯奶茶给江小姐喝，口味待会我会告知您。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颤抖了下，我抬眼望着他，声音哑得不成样。不去，你让他自己买。秘书为难的脸色中透出几分吃惊，毕竟从前贺晨无论提多么羞辱的要求，我都会悉数答应。暴雨天给他小情人排队买绝版专辑，当着我的面苟合，还让我亲手画下来欣赏后挂在墙上。替新欢是要治脸，即使烂了脸我都没有任何怨言。下人们私底下都在讨论，我这个明面上的贺夫人过得却比最低等的清洁工都不如，就好像活脱脱是欠他们贺家一样。他们说的其实没错，我和贺晨能结婚，是贺母用一纸合约逼迫我来的。早年间父亲去世留下的巨额赌债压在我身上，是贺母替我偿还的。如他所说，他需要个人来看管着贺晨，不让他因为太过风流而出事。于是我听了他的话，打算做个不管不问的妻子。可渐渐的，我居然真的对这个男人动了心，即使我无数次唾骂，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跟随着他。婚后我才发现，原来贺晨并没有像贺母说的那样不堪。他爱笑，总拉着我去天南海北到处看看，和我诉说年少孤身一人的寂寞。说完总会抱着我说，有我真好。我以为这就是婚姻里的幸福，也几乎相信自己就要得到幸福。可贺晨突然发现了我和贺母签下的合约后，就彻底变了。如今我依旧记得，他搂着新来的美艳秘书堂而皇之在我们的婚床上厮混，被我发现时那满脸的嘲笑。拜托，你还真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啊？
你不过就是我妈给了钱就乐得找不着北的哈巴狗，在这给我装什么正式架势？这是你欠我的，要是让我妈知道，小心我让你还钱。还有，以后我有任何要求，你必须随叫随到，懂吗？我如坠冰窟，浑身冷得无法动弹。后来我提出离婚过，可第二天那些催债的人就找上门砸了我的家，甚至挖了我爸的祖坟。我才知道，原来自己逃不掉。甜甜的出现就是在那个时候。我在产房痛了3天3夜生下他时，真以为这就是我的救赎。就算没有贺晨的爱，至少这个孩子不至于让我在后半生的漫长岁月里那么难挨。可如今，甜甜也没能护住。回过神来，秘书将电话递给了我。贺总让你接电话。我没说话。贺晨语气十分不耐。不是让你送个奶茶，怎么这么费劲啊？之前我说的话你都忘记了吗？还不赶紧给我快点过来，腿断了都得过来。手心已经被我掐出道道痕迹，密密麻麻的痛。我用力咬了下嘴唇，没回他的话。甜甜死了。听筒那边沉默了几秒，就在我以为他会追问时，贺晨的语气却是从未有过的冷冽。温恒，我是不是和你说过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？刚刚在电话里也说得很清楚，别拉着甜甜撒谎。你是觉得我会相信你这种鬼话吗？我耐心不多的，你要再这样作妖，我不介意做得更过分。要是从前，我会害怕，会不知所措，然后极尽卑微去讨好，去道歉。可现在，只要想到甜甜满身是血倒在我怀里，我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随你怎么想，希望甜甜的葬礼你也别出现。这番话很显然不是贺晨想听到的。他顿了会，估计没想明白我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。但很快，贺晨直接嗤笑出声：换招数，跟我在这玩欲擒故纵是吧？行，温恒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对了，兴宁前几天去家里看了下，很是喜欢，所以以后他要搬过来，你赶紧把家里收拾下，等我回去时，我不希望甜甜在那吓到客人，懂吗？说完没有等我回应就挂掉电话，胸膛里的心急速跳动着。我闭上眼，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在这刻夺眶而出。甜甜2岁时，我终于发现出她的不对劲，对什么都没反应，也不会要我抱抱，甚至连哭泣都很少。去医院，医生最终确诊说是自闭症。那天我抱着甜甜在医院的走廊坐了很久，绝望到连哭都哭不出来。是我的错，是我没能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健康。贺母知道后，连哄带骗求我继续留在贺家。他说会保证甜甜后半生无忧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羞辱她。可昨天贺晨将江兴宁带回家，他一见到甜甜就直接笑出了声。阿晨，这就是你那个傻子女儿啊，怎么和她妈妈一个德行？贺晨虽然看上去不太高兴，但也没责怪女人，反倒直接把她拉进书房，不许任何人进去。我知道贺晨不爱我，对甜甜更是不放在心上，却忽视了江兴宁的恶毒。只是我出门的一瞬间，他居然就把甜甜骗进卷筒洗衣机里，甚至还按下开关。无法想象那一刻甜甜会多痛，哭到眼睛红肿不堪。我缓缓擦拭掉干涸的泪水。既然甜甜没了，这段给了我无数痛苦的婚姻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包扎好，我拒绝医生提出的住院要求，拦了辆车回家。甜甜的尸体还躺在殡仪馆，处理好所有的后事也差不多得1周。这1周足够我离开了。打开门，没想到贺晨居然在家。他瞥了眼我手上缠着的石膏，拧了下眉头。什么情况？
原来你真的出车祸了啊！随即移开目光，不甚在意的样子。兴宁的行李有点多，待会你帮他收拾下。记得他住在主卧，你就先暂时和甜甜住一块吧。提到甜甜，我不受控制，浑身颤抖起来。见状，他凑近我，嘴角缀着冷笑：“怎么不愿意？你越这样，我越是高兴呢。”他在期待着我崩溃、委屈落泪、痛苦到窒息的模样，可我只是平静看着他，连一丝起伏都没有。男人显然失望了，啧了声：“甜甜呢？看到我回来了，难道都不会喊声爸爸吗？难怪是亲娘养的，跟你一样没教养。”说着，他就要走进儿童房。这时下人正抬着那台沾着血的洗衣机往外丢。贺晨扫了一眼，突然感觉到不对劲，这是哪来的血？下人们纷纷朝我投来目光，却没人敢说。那天江兴宁把甜甜塞进洗衣机的时候，他们都看见了，却没人敢说。只因为这么些年，江兴宁是待在贺晨身边最久的女人，甚至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就是她。包括我也清楚认识到，这个女人的分量在贺晨心底不一般。这是下人朝我看了一眼，刚想开口，贺晨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他低头看了眼，迅速接起：“怎么了，兴宁？你的行李都已经送到我家，什么时候人也跟着过来啊？”江兴宁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委屈。算了吧，阿晨，我还是不搬过去了，我不配。贺晨脸色瞬间变了，急忙追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昨天不还说得好好的吗？你是害怕温恒给你脸色看吗？你放心，我保证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”江兴宁迟疑了会，哭哭啼啼起来：“可我们明明是真心相爱的啊，为什么你母亲找到我，让我离你远点？我做错什么了？”瞬间，贺晨反应过来，眼底布满狂风骤雨，他抬手对着我的脸就是狠狠一巴掌：“温恒，你怎么这么贱？又和我妈告状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是我做主，我想让谁住进来就住进来。”我被打得连连后退，胳膊直接撞在桌角，疼得我痛呼出声。下人连忙扶了我一把：“少爷，夫人还受着伤呢，她也是因为甜甜小姐的事才……滚，都给我滚！”贺晨压根听不进去，冲着众人怒吼。他脸色铁青，恶狠狠瞪着我：“这事没完！我告诉你，温恒，你必须给兴宁道歉！”随即飞快离去，留下我在原地。一向不待见我的下人，这次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多了几分怜悯，可我却没什么感觉。痛，确实痛。和贺晨在一起的这些年，我都是这么痛过来的。不用猜也知道，贺母找上了江兴宁，甜甜死了，他还陷入在悲伤中，估计又是哪个嘴快的告诉他江兴宁的事，他才会亲自警告女人。我嘴角都没动，回复了个好的，瘫坐在沙发上许久。江兴宁的短信突然发了过来：“你争不过我的，趁早和阿晨离婚吧。”他发过来的照片里是一份股份转让书，贺晨为了哄女人，直接从名下的公司股份里抽取一部分直接送给他，甚至还将其中一个小公司的名字改成了他的名字。我要是你，我都没脸继续待在阿晨身边。你怎么这么厚脸皮啊？还是觉得靠他妈妈就能保你一辈子？我呸！你们压根不是真心相爱的，赶紧给我让位！我默默看了会，直接把他拉黑。他说的不错，贺晨对我确实没什么真心，或许有，但少得可怜。刚结婚那会，我还不习惯贺夫人的身份，总是拘谨羞涩，好几次都被客人误以为是保姆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大声解释我是他的妻子，挡在我面前，抵住那些流言蜚语。我几乎没旅行过，却很憧憬北方的雪。贺晨知道后，
带着我去北方住了1个月。那1个月，他教会我滑雪，我们在滑雪场里翱翔，在冰雪世界肆意挥洒爱意。他抱着我在火炉下发誓：阿恒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我那颗坚硬的心终究被热烈的火融化，也天真的认为誓言会成真。可惜真心瞬息万变，第2天醒来发现浑身酸痛，额头也滚烫起来，疑心是发烧。我刚想站起身去拿药，门被人敲响，说是甜甜的骨灰盒被送过来了。和工作人员签好字确认信息后，我摩挲着骨灰盒上的花纹，鼻尖酸涩的厉害。我的甜甜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盒子呢？刚准备关上门，贺晨风一样冲进来，冷声质问：刚刚和你说话的男的是谁？你胆子挺大，敢背着我勾搭人了啊！我疑心听错，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他话的意思。贺晨大步朝我走过来，一把扯住我受伤的胳膊，冷声质问：说啊，是不是温恒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吗？还是看到我对兴宁好，妄图用这种事来激怒我？我疼得一哆嗦，手里的骨灰盒差点没拿稳。什么男人？贺晨你疯了吗？那人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来送甜甜的骨灰。贺晨却好像压根就没听见，夺过我怀里的骨灰盒，用力往地上摔。什么甜甜的骨灰？我看你就是找借口和别人调情。温恒你贱不贱啊？我拼死阻拦，可浑身都烧得滚烫，硬是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就亲眼看着甜甜的骨灰洒落在地上。那一刻，心脏好像停止跳动了。不要！我几乎能察觉到血液的沸腾，奋力推开男人，跪坐在地上，触摸着那些骨灰，试图一点点将它装回去。贺晨似乎被我的举动激怒，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茶壶，对着地上浇：我让你捡，你捡啊！身体在这时根本不受使唤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骨灰已经被全部打湿，甚至还被失去理智的贺晨踩了几脚。怕不是偷情的东西吧？到现在还这么护着，脑袋里那根弦终究断了。我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对着他的脸一巴掌就过去了。贺晨，你不是个东西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紧接着头脑发晕，我竭力扶住桌子，眼前开始发黑。贺晨满是怒气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刚想伸出手搀扶着我，意识越来越模糊，我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，倒了下来。再睁开眼，鼻尖是刺鼻的消毒水味。床头的贺晨见我醒了，下意识松了口气，随后站起身，冷着脸：温恒，原本以为你还算老实的，没想到现在情人都找上门了啊！是我小看了你，烧还没退，大脑混乱得很。我别过头，不想回应他这些废话。男人冷哼道：妈今天回来，我去接她，记得到时候别乱说些有的没的。说完，直接扬长而去。枕头旁边的手机震动了2下，我拿起来看，是贺母发过来的消息：小温，我马上就登机回国了，等甜甜的葬礼办完，我会履行合约，放你自由的。对不住，这些年是我耽误了你。我默默看了许久，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，甜甜的骨灰已经被他的爸爸亲手毁了。关上手机的我躺在床上，疲惫到连呼吸都痛。怎么就这么累呢？以后我不要再这么累了。等到烧退了后，我缓了会，起身离开病房，拿起手机看了许久，买了张最近的回老家的车票，走出医院大门。冷风激得我打了个寒战，瞬间整个人都清醒了。江兴宁倒是乐此不疲，羞辱我，又换了个手机号给我发消息：别以为装病阿晨就能对你多看几眼，清醒点吧，他现在还在我床上呢。你女儿死了，
他连半点感觉都没有。这说明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说明你该赶紧滚啊！屏幕上突然掉落几滴水，抬眼看去，竟是下雨了。真奇怪，竟分不清是雨滴还是泪水。我照旧拉进黑名单，什么都没带，在雨中打了辆车去往高铁站。贺母在机场等了很久，才等来姗姗来迟的贺晨。他的衣领上还沾着吻痕，匆匆赶来时脸上还带着些不耐烦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着急回国是不放心我吗？但等他看到贺母和身后保镖全都穿着黑衣后，很是不解。您平时穿的跟个花蝴蝶一样，怎么今天穿成这样？是要参加谁的葬礼吗？贺母的火气在这刻彻底爆发，他抬脚对着贺晨的小腿用力踢下去。蠢货，参加你女儿的婚礼啊！贺晨听到这话，彻底愣怔在原地，连反抗都忘记。贺母对这个从小不听话的儿子也是失望够了，火大到连踹好几脚都不停歇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，连自己女儿死了都不知道？你那个新欢胆子怎么这么大啊？把甜甜塞进滚筒洗衣机，还启动开关，居然还堂而皇之出现在你面前，就连小温那个胳膊也是那女的撞的。你知不知道，要是快一点，甜甜这孩子就不用死啊？贺晨，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的？怎么狠心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？贺晨顾不得痛，呼吸一滞，心跟着狂跳不止，脸色惨白的吓人，怔愣在原地许久。他突然嗤笑出声：“妈，温恒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心甘情愿陪着他来骗你的亲生儿子啊？还什么甜甜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看你就是不爽我和星宁在一起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甜甜八成只是被温恒那女的藏在哪个地方，不想让我发现罢了。”说着，他狠狠朝地上啐了一口，随即掏出手机打给温恒。奇怪的是，电话响了很久，却没人接。不应该啊，往常温恒从不敢让自己等这么久的。他的心头突然划过一丝不安，紧接着贺晨攥紧拳头，无声咒骂：“行啊，温恒，胆子真是大了。”说着不顾贺母的呼喊，几乎把油门踩到底，回到了家。温恒，给我滚出来！你把甜甜藏哪去了？现在交出来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可没人回应，屋内的下人全都面面相觑，其中有个胆大的上前解释：“少爷，夫人不是被你送到医院，一直没回来吗？至于甜甜小姐，她已经去世了，又是死了。”贺晨突然慌乱到不行，指尖都开始颤抖起来。为了缓解这种痛，他只能大吼着：“好啊，全都联合起来骗我是不是？滚！全都给我滚出去！”他冲进每一个房间，试图寻找踪迹，可偌大的屋子里竟再也找不到半点温恒的痕迹。怎么会这样？贺晨的心跳没由来地漏跳一拍，慌乱翻找着，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。他冲出家门，准备开车去找温恒问个清楚。余光一瞥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这是后院角落里摆着个洗衣机，外表还沾着血迹，是那天他看到的下人抬出门的。莫名的心跳鼓点般咚咚作响，他缓缓蹲下身，打开洗衣机的门。凝结的血迹几乎溅在每一处，看起来可怖得很。心跳越来越快，贺晨的目光落在最深处的某处，是串沾了血渍的手串。拿出来后，上面雕刻的文字清晰地录在他眼前：“送给爱女甜甜。”是甜甜的手串，是那年他在得知甜甜患上自闭症后，去南海在菩萨前求下的。虽然他不甚喜爱这个孩子，但自己的血肉怎么可能不在乎？可是为什么
这手串会出现在这里？贺晨的眼睛突然瞪大，来不及思索什么，飞快驱车到了江兴宁处。一进门，他死死抓住女人的胳膊，很生质问着：“你把甜甜怎么了？是不是把她关到洗衣机里面了？”他望着这个曾让他难以自拔的女人，内心不断祈求着：“快说不是啊，快啊！”江兴宁被他的举动吓一大跳，忍不住抱怨起来：“干嘛这么暴躁啊，阿晨？我都被弄疼了，你还不快点哄我？”可贺晨就像没听见般，不断逼问着，说：“是不是你把它塞进去的？”江兴宁吓得不轻，开始结结巴巴：“是又怎么样？谁让他在那大吵大叫，闹得我都头疼。我就是为了给他个教训罢了。阿晨，你干嘛发这么大火？你又不喜欢那小野种。”蓦地，贺晨的理智在这刻全都消失，他猛地把女人推倒在床上，狠狠掐住她的脖子，脸色铁青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给我去死！给甜甜陪葬！”江兴宁被掐得面色涨红，呼吸不了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这样死去时，贺晨的秘书突然冲了进来：“贺总，夫人，她在医院消失了。”贺晨猛地回头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什么叫消失了？不是让你去找她吗？”秘书被男人的脸色吓得不敢抬头，唯唯诺诺道：“可是病房里夫人已经不在了，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她的踪影。还有，老夫人让你赶紧回去。”贺晨愣怔怔的，下意识松了手。江兴宁这才拼命大口呼吸起来，他眼睛都红了：“搞什么啊，贺晨？你是想杀死我吗？再这样我就再也不见你了。”一向对他唯命是从的男人，此刻却像什么都听不到般，缓缓跟着秘书离开。一会到家，贺晨看到客厅里站着昨天那个和温恒说话的男人后，直接冲进去，对着他就是一拳：“就是你是吧？说，你把温恒带到哪里去了？说啊！背着我偷偷摸摸的，居然还找到家里来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”男人被打得嘴角出血，下意识反击：“你谁啊你？我是来给温小姐送骨灰盒的，自己女儿死了都不知道，还在这发疯，你配吗？”骨灰盒。贺晨突然想起那天自己从温恒手里抢过来扔掉的盒子，里面的白色粉末，他的脑子开始嗡嗡作响，几乎停止转动。不会的，什么骨灰？甜甜怎么可能死？他失了神般不断摇晃着。贺母看到这一幕，气得高血压都要犯了，拿起戒尺就往他身上打：“给我清醒点！甜甜已经死了，温恒也走了，懂吗？这些年他们母女俩跟着你受了多少苦，你不知道吗？还好意思在这装疯卖傻，真不知道你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啊！”贺母看着眼前面色惨白的男人，真是恨铁不成钢。我回来就是想给甜甜办葬礼的，谁知小温不在，我只能联系殡仪馆的人，他却说骨灰盒已经送过来了。你知道甜甜的骨灰盒在哪吗？听见骨灰盒3个字，贺晨直接僵在原地，他颤抖着的嘴唇张了张，挤出几个字：“被我摔碎了。”闻言，贺母气得差点晕过去：“你这个畜生，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女儿？”就连下人和保姆都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活脱脱他就是个杀人凶手一样。贺晨什么都说不出来，脑海里突然回想起这2天的温恒，那么麻木，那么平静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那张脸之下到底隐藏着多少悲伤，贺晨竟不敢去想。今天开始，你不许给我往外面跑，那些莺莺燕燕全都给我分了。贺母警告着男人。贺晨愣愣的回到自己和温恒的房间，所有的东西都还像往常一样，属于温恒的东西还在，他怎么可能丢下我走了？贺晨不由得喃喃自语。
发了疯般给温恒打电话，全都没有回。他又翻找着温恒的朋友，希望他们能告诉自己消息。找到一半突然顿住，贺晨意识到自己错了。这些年温恒哪有什么朋友，他把自己困在这个家里，日复一日守着他，或许甜甜是他唯一的希望吧。贺晨的心猛地降到谷底，他从来没这么绝望过。他看着曾经和温恒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心慌得更加厉害。怎么办？这次我是真的要失去所有了吗？贺母命人看住他，贺晨就每天喝到酩酊大醉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忘记往日的苦楚。那阿恒呢？他要怎么忘记这些痛？他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手机滴滴响个不停，是江兴宁打开的电话，他准备关掉，却不小心点了接通。贺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上次从我这离开就再也不联系我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见男人不回答，他瞬间委屈上涌。你不要我了吗？不是说好我才是你最爱的人吗？贺晨，你要对我负责。这一次，贺晨不再像从前那样哄着女人，语气十分决绝。别联系了以后，说几句话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碟子菜啊？我心里的人只有温恒，懂吗？说完不顾女人的呼喊，挂掉电话，拉黑删除。他想明白了，他要找到温恒，他的挚爱。我回到老家已经是3天后的事了，坐了1天1夜火车，又坐上大巴，辗转许久，终于到了很久没回来的老家。房子依旧是记忆里的样子，可爸妈都不在了。正看了会，我走进屋子里，打扫了许久，才勉强收拾出可以住的地方。墙上挂着的照片已然褪色，是很多年前和爸妈的合照。记忆里，那时他们还没有因为爸爸欠下的赌债每日争吵，妈妈的病也没那么严重。我还是那个笑容灿烂，一心想着考出大山，让爸妈过上好日子的女孩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世上爱我的人渐渐死亡，我的人生也因为和贺晨交织在一起，变得格外痛苦。也许我早该抽身，甜甜才不会死，是我的错。收拾了一会，发现隔壁邻居阿姨走了过来，她看了我好久，惊喜叫出声：“这不是小温吗？你咋回来了？”心情依旧没有平复，我勉强挤出微笑：“回来看看。”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，说我嫁给贺晨后，妈妈的病都好了些，整天在他们面前说女儿中午不会被自己拖累了，鼻尖酸涩的厉害。我硬生生忍住了。妈妈去世那天，是我生下甜甜的那天，在反复的阵痛中诞下属于我自己的小生命。还沉浸喜悦当中的我，就得知了妈妈的离去。记忆里，她总是沉默寡言，低着头在家里，在田里忙碌。爸爸欠下赌债时，她重病在床，每日都在昏睡。我从不知，她对我也是依依不舍的。压抑了许久的泪水在这刻爆发，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眼泪哭干，往事也就过去。后来我在这座小镇找了份工作，工资不高但清闲，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考证。忙碌占据了生活，我竟很久都没有想起过贺晨，直到查出自己上岸的那天，贺晨居然找到了这里。我正看着公示栏上的字迹，露出开心的笑容，身后突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：“阿恒，阿恒！”回头，贺晨跌跌撞撞跑向我，眼里覆满自以为是的深情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他消瘦了不少，甚至脸颊都深深凹陷进去，活脱脱像是受了什么折磨。阿恒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有多想你？和我回去吧，我已经和所有女人都断了往来，从今以后都只会和你在一起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被我狠狠挣脱。贺晨，我不会回去的，以后我们也不会有关系。他愣住，
疯狂摇头，不，为什么？你不是爱我吗？这些我直接笑出声。爱你？我拿什么爱你啊？你告诉我。贺晨，别忘了，这些年我们压根就没领证。当初因为那一纸合约，贺母觉得能拿捏我，就只是办了婚礼。贺晨没想到我会如此无情，眼眶都红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你啊，温恒。你走的这些天我都快发狂了。确实我之前有些事做得不对，我不该找那些女人，可是那是因为我知道了你和我妈签了条约，才答应和我在一起的。我无法接受这。他说着说着，声音都带了几分哽咽，而我自始至终都很平静，如同看个陌生人。直到他不再出声，我抬眼看他，你真的喜欢我？怎么会在我生下甜甜那天，在隔壁产房和别的女人上床呢？贺晨面色瞬间煞白，张口结舌半天。你都知道了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毕竟那女的主动找上门挑衅，在我还没有恢复时，她笑得满面春风，说他们才是最合适的，让我赶紧滚蛋。贺晨久久没有说话。他以为好像哄两句我就能回心转意一样，可惜他错了。说完没？说完就给我滚。那天贺晨离开，却没有回到 A 市，反而是一直在我家附近转悠。邻居不晓得内情，还以为是变态，差点把他报警抓起来。就在我头疼不已时，贺母打了通电话给我，小温，我在你的老家。贺晨也在，对不对？我们见一面吧。想着也该好好结束这一切，我没拒绝。镇上的餐厅里，贺母端坐在包厢中，仔细一看，保养得当的头上也多了不少白发。看见我，她莫名有些拘谨。小温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淡淡看着她，如果是为了叙旧，那我就没必要坐下来了。贺母连忙拉住我，脸上满是忧愁。不是的，我今天是来给你道歉的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捆住了你，才让你遭受到这些痛苦的。这些年是我耽误了你。他很清楚，我也很明白，这份合约原本就是不公平的，所以才能想出不领证的方法。没想到如今倒是更快换我自由。贺晨这小子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对他实在是太过溺爱，但以后我不想管他了，随便他怎么折腾，都是他自己为自己找的结果。他拉住我的手，塞了一份文件到我手里，这是给你赔偿100万，就当是我当年对不起你的结果。我看了眼手里的支票，轻轻笑了下。怎么？你觉得我遭受的苦只值100万吗？他蓦地顿住，结结巴巴，不是的，如果你觉得少了，我再加点。还是你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再回到贺晨身边？贺母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，唯利是图，要求效益最大化，所以即使我被羞辱成那样，他也当作没看到。直到甜甜死去，他才意识到严重性，不得不去收尾。他果真是溺爱贺晨啊，都到现在了，还想尽办法为他的人生考虑。可惜我现在没什么被束缚的了，我爸欠的赌债早已经偿还完，甜甜也不在。您说，您还想抓住我什么把柄呢？他长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重重叹了口气。我早该知道的，你这孩子果然倔吗？拿命换的。这场交谈不欢而散，100万我收下，也不心虚，因为那是我应该得到的补偿。走出饭店门口，不知在哪的贺晨跑到我面前，气喘吁吁。阿恒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原谅我吗？突然，他像是想起什么。江兴宁已经入狱了，因为蓄意杀人。那台洗衣机上还有他的指纹，你应该很开心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甜甜能回来吗？男人猛地怔住，盯着我看了许久。他或许在这一刻才彻底明白，自己失去了所有，
且永不回头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就一次，好不好？贺晨带着哀求，见我没有反应，甚至直接朝我跪了下来。只要一次，我就会让你回心转意的。阿恒，求你了。我沉默许久，笑了。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？要给一个折磨我无数次，甚至砸了我父亲墓碑，连自己女儿死了都无动于衷的男人机会？还要相信他的话？贺晨，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才会觉得我现在还会对你有感觉？我恨你，恨你恨到恨不得用你的命换甜甜的命。贺晨脸上的血色一点点消失，再也承受不住真相的他失声痛哭起来，而我只觉得烦躁，抬腿就往外走，哭声久久不停，听起来十分痛苦。可惜和我没关系，我大步往前走，广阔的天空在等待着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